有请本届大赛选手叶青阐述创作观念。我的作品《春色》以国画留白为骨，用苏绣错针、乱针结合的手法。荒唐！两幅作品构图、针法，甚至丝线的色号分毫不差。叶青，选手王云云3天前就已提交定岗作品，与你这幅一模一样。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抄袭！不可能，这是我绣了10个月的稿子，每一针都是我亲手。青青，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你想要冠军，你跟我说啊，你怎么能偷我的稿子呢？叶青，我教了你5年，就教出你这么个偷奸耍滑的东西，连针法都抄得一丝不差，你真是丢尽了我的脸！王老师，连您也不信我，这稿子的终稿明明是您上周在工作室看着我收尾。叶青，你自己抄袭还要拉上我爸泼脏水吗？为了一个冠军，你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叶青，只要你还拿针，我就能抢走你所有的创意，所有针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活该，你这种人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怎么在画案上睡着了？是不是连日赶稿累着了？痛感这么真实，我居然重生了。离决赛只剩1周了，你底子好，再稳一稳，冠军肯定是你的。老师脸上也沾光。爸，您又偏心青青，天天把天才挂嘴上，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您亲生女儿呢，我都要吃醋啦。上一世终稿我只在工作室绣过，除了我，只有王仁能进我的肾，是他把我的稿子、我的针法全都偷给了他的宝贝女儿。别碰我！青青，你怎么了？我爸就是关心你，你怎么发这么大脾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不对，上一世王仁只见过2次稿子，一次是眼前的初稿，一次是大赛前1天的终稿。初稿只有轮廓，根本没有核心针法；终稿定稿到开赛只有1页，他们就算抄，也不可能绣得分毫不差，绝不可能只是偷看这么简单。对不起，王老师，刚才绣得太入神，惊着了，不是故意的。没事没事，备赛压力大，老师理解。青青，这个给你，特意去庙里求的好运球，放你工作台上，保你这次顺顺利利拿冠军。叶青，你干什么？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心意，你不想要就算了，凭什么摔了？叶青，云云一片好心，你就算再骄纵，也不能这么糟蹋别人的心意。不信什么运气，也不靠旁门左道，刺绣靠的是手，是心，不是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你简直不可理喻！还没拿冠军就摆这么大架子，真把自己当人物了。王老师和云云平时对他多好啊，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连尊师重道都不懂。接下来1周，我身体不适，不会再来工作室。决赛见。爸，叶青今天太不对劲了，她是不是发现什么了？看到水晶球的时候，她情绪波动特别大。慌什么？就她一个普通丫头片子，做梦也想不到你的本事。水晶球没了就没了，不碍事。你记住，眼下最重要的是拿下这个冠军。只有你赢了，我们王家的刺绣才能站稳脚跟，我的心愿才算成了。我知道，你是不如他有灵气，可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还在绣，最后赢的人永远是你。是。前世王云云肯定是用微型监控抄袭我，这一世虽然我排除了可疑物品，但以防万一，我要换一个全新的题材。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们得逞。叶青居然真的不来了，未免也太傲慢，太目中无人了。就是，技术再好，人品配不上也是白搭。云云，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在咱们工作室里，除了叶青，最可能夺冠的就是你啦。你说的什么话？云云只是平时太低调，要论基本功和针脚细节，云云哪样不比叶青强？大家千万别这么说，青青比我厉害多了。不过我确实已经想好了这次参赛作品的创作思路。真的吗？云云，快跟我们透露一点。当然可以，大家都是同门，
本就应该互相交流。这幅凝聚了我全部心血的秋园，王云云，你绝对不可能再剽窃。云云，你怎么了？怎么突然一动不动，怪吓人的啊！没事，我刚才突然有些头晕，走神了。来，我给你们展示我的设计思路。天哪，是秋景，这也太美了，云云，这回你一定能拿冠军。别这么说，还有叶青呢，说不定青青的作品会比我的更加优秀。提他干嘛？他清高的都不愿意跟我们待在同一个工作室里了。这种人有才无德，只有云云你才配夺冠。青青，好久不见，你准备的什么题材啊？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吗？无可奉告。叶青，你摆什么臭架子？云云好心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没关系的，我只是担心，要是我们两个准备的题材不小心撞了，到时候某些人被判定为抄袭，那可就不好了。下面有请王云云选手展示她的刺绣作品。不会的，这次一定不会。各位评委，这是我的参赛作品，采用了多种复杂的复合针法绣成，展现了景色的深邃。它的名字叫秋园。这怎么可能？我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可疑点，为什么他的作品又和我的一模一样？太美了，这针法，这构图，绝对是今天当之无愧的第一。没错，看来这次大赛的冠军非王云云选手的这幅秋园莫属。大家先别急，我听说还有一位叫叶青的选手，天资极高，我们先看看他的作品。青青，该你了，把你的作品拿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叶青怎么愣在那儿？难不成是做砸了没绣完，不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吧？大家别这么说，青青可是刺绣天才，怎么可能完不成呢？青青，你一定能拿出比我更惊艳的作品，对吧？我完成了作品，而且准备充足，这就是我的作品。叶青，你竟敢公然抄袭云云的创意和针法，连构图都一模一样，你还要不要脸？既然构图和针法都一样，凭什么你们就认定是我抄袭了王云云，而不是王云云抄袭了我？你简直血口喷人！云云这些天一直和我们待在工作室里，大家都能给她作证。没错，他的作品是我们亲眼看着创作出来的，而你呢，我们今天才见到，凭什么相信你？叶青，这是怎么回事？你最好解释清楚。叶青，你明明可以靠实力，为什么要抄袭我的作品？而且我们关系那么好，你怎么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伤害我？叶青，我作为你的老师，真是错看你了，你太辜负我对你的栽培了。王老师，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心里明明一清二楚，又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我一清二楚什么？我只清楚你抄袭了云云，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什么？是吗？但我可以证明我没抄袭。王仁，王云云，重活一世，你们真以为我什么后手都没有，就这么傻傻的走进你们的圈套吗？这竟然是双面异色绣！我的作品是一幅双面异色绣，正面是秋园，背面是枫林，而且背面的这些复合针法全是我自己独创的。请问各位评委，现在你们还觉得是我抄袭了王云云吗？不会真是王云云抄袭吧？那他刚才还那么理直气壮。王云云，你的谎言该到此为止了。叶青，我真没想到你为了抄袭我，竟然做到这种地步。你什么意思？这怎么可能？各位评委，这些双面绣的创意和复合针法都是我先想出来的，我真的很用心完成这个作品。叶青，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抄袭我，但我告诉你，这些天我一直和工作室的同学们待在一起，大家都可以为我作证。没错，我们都能作证。这种针法和双面绣的构想，云云早就给我们展示过了。分明是叶青自己偷偷抄袭了云云的创意，居然还敢在这里反咬一口，真无耻！这不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提前见过我的作品，也不可能通过监控抄袭。王云云，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叶青，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你抄袭我，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太不要脸了！偷了别人的东西还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怎么会有这种人？评委老师，
这种有才无德的抄袭狗就应该被永久禁赛，赶出刺绣界。永久禁赛叶青，抄袭狗滚出去！永久禁赛叶青，抄袭狗滚出去！上一世的悲剧，我绝不会让它再次重演。王云云，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我都要彻底揭穿你。评委老师，虽然我和王云云的作品高度相似，但现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能证明我们谁抄袭了谁。叶青，你又想干什么？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想狡辩？我想干什么？既然大家各执一词，那我提议我们当场比试，3局2胜，由评委和观众在台下实时监督。既然争执不下，那就用实力说话吧。王云云，你敢应战吗？我又不是抄袭别人的小偷，有什么不敢应战的？现场比试就现场比试。本轮现场比试限时1小时，题材不限。2位选手，请开始。时间到，请2位选手展示作品。这是我的作品《奔马图》。众目睽睽之下，王云云，我看你怎么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王云云，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我明明才是原创，你到底是怎么抄袭我的？叶青，你别含血喷人，我哪有抄袭你？我爸爸属相是马，我3天前就在家里跟他说过，要为他绣一匹奔腾的骏马作为礼物。没错，云云3天前就跟我讨论过，这骏马的奔跑姿势、鬃毛的朝向都是我们父女俩提前定好的。不仅如此，我用的还是难度极高的垫高绣法，为的是让骏马的鬃毛显现出浮雕感。而叶青，你不仅和我构图一样，连绣法也一模一样，你还想怎么狡辩？一定是叶青刚才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瞟了云云的作品，果然是个抄袭狗。王云云，能为你这番话作证的只有王仁，他是你的父亲，自然会无条件包庇你，他的证词根本不能作数。叶青，我王仁在刺绣界的人品，在座各位有目共睹。我是个尊重艺术的人，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女儿夺冠就编造谎言去诬陷一个晚辈。由于2人的作品完成度极高，且双方都无法提供直接的抄袭证据，本场比试判定为平局。我们不支持平局，叶青明明就是个抄袭狗，凭什么和云云平局？这不公平！没错，叶青，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空有技术没有人品，没想到你现在的技术也是抄来的，你简直是刺绣界的耻辱！失去了微型监控，王云云根本没有任何途径抄袭我，她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抄袭狗滚出去！不要脸！叶青，我看你还是趁早认输吧，再撑下去，你也只能在这丢人现眼。难道他并不是通过电子媒介抄袭，而是……评委老师，既然我们总是秀出一模一样的作品，并且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不如第2局就由评委席规定构图和针法，我们比试最纯粹的技艺。叶青，你又想无理取闹，我们没精力陪你在这浪费时间。目前确实没有实质证据证明是谁在抄袭，而此次大赛只有一个目的，选出真正的优胜者，所以叶青的要求很合理。王云云，你不可能再抄袭我了，因为我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叶青，少自作聪明，就凭你也配知道我的秘密？之前我以为王云云在我身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所以才能抄袭我，但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或许他根本就没有通过电子媒介，而是和我共享视野。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我重生这种事都有可能发生，一切都有可能。评委老师，这一局我要求自己蒙上双眼完成。蒙上双眼？叶青疯了吧？居然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我只蒙自己的眼睛，不会让王云云吃半点亏。叶青，你要考虑清楚，这一举动会让你自己处于极度的劣势。我会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请老师出题。好，第2局考核绣图，那就绿孔雀，限制针法细绣。
没有了共享视野，王云云，我看你还怎么抄袭。小时候我跟着爸爸在出租屋里学习刺绣，家里经常停电，因此我早就学会了盲绣。这一场比赛规定的细绣是指将一根线劈分成数缕，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脑海里的思维能力。我蒙上双眼，让他看不到我的任何动作，仅凭王云云自己的真实实力，绝对不可能完成细绣这种复杂的工艺。时间到，请2位展示作品。太漂亮了，这针法，这质感，没想到叶青连盲都能绣这么好。请王云云选手展示作品。怎么回事？他怎么不展示？对啊，难道他刚才真是抄袭，现在比记忆就不敢了？王云云，看来这次我猜对了，你果然跟我共享视线。这不可能！他线与线之间的排布与疏密程度，以及落针的习惯，竟然和我一模一样。我明明已经蒙上了双眼，他根本看不到我的视线，为什么？叶青，你以为蒙上眼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我靠的可不单单是视力。这2幅作品用针极为相似，且同样优秀，但王云云选手的收针更加干脆，没有半点偏差，因此这一局王云云胜。这王云云的收针也太厉害了，简直就跟精密仪器计算过一样，毫无破绽。果然是技不如人。叶青，你之前刺绣天才的名号，看来都是吹嘘出来的吧？你抄袭云云在先，现在还用蒙眼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打自己的脸，可笑！叶青，我看你根本不是来比赛的，就是想红想疯了，来当网红的吧？大家别这么说，青青只是太想拿冠军了，才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请大家原谅她。我以后还是会和青青一起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云云，你就是太善良了，你才是德行和才能并存的真正手艺人。没错，像叶青这种弄虚作假、心术不正的抄袭狗，根本不配得到我们刺绣人的原谅。原谅？互相学习？王云云，你还要不要脸？我看你是想让我继续当你的免费素材库吧？叶青，云云对你百般忍让，甚至包容你的抄袭行为，你竟然还敢当众动手伤害她！你们少在这里演戏！你们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邪术抄袭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邪术？叶青，你简直是疯了，开始在这里满口胡言乱语了。我没有疯，是你们抄袭我，就是你们抄袭我！叶青，就算你再怎么防备，也绝对战胜不了云云，因为站在你眼前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精密人形智能 AI， 它能实时扫描你的脑电波，并对你的刺绣技术进行最完美的复制改进。你注定只能乖乖当我们的垫脚石。王仁，王云云，即便我今天无法夺冠，我也要拼尽全力揭露你们的阴谋诡计。满口胡言，简直是行业耻辱！保安，立刻把这个扰乱赛场秩序的疯子给我赶出去！不，我不能被赶出去。还有最后一局，我一定要搞清楚王云云到底使了什么手段。还有最后一局比赛，你们没资格赶我走。叶青，你已经恼羞成怒伤害我的女儿了，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什么比赛？就是胜负已分，你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不仅输了比赛，更是输光了人品，我们都看不起你。我叶青绝没有抄袭王云云，我以我的人格与名誉起誓，是王云云与王仁用了某种卑鄙的方式窃取了我的创意和技术。真是死鸭子嘴硬！叶青，你口口声声说云云抄袭，你有半点证据或者证人吗？没错，云云的秋园是我们所有人看着成型的，刚才的奔马图和孔雀图也是在所有评委监督下完成的。你到底在狡辩什么？爸，让我和他比完最后一场，我想赢得堂堂正正，不想在拿了冠军之后还要一辈子背负着被他质疑的污名。好，不愧是王大师的女儿，这才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风范。但我有一个要求，如果这局我赢了，请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道歉，并且这辈子不许再碰刺绣，永远离开刺绣界。不敢答应就趁早滚蛋！就是叶青，你之前是不是以为云云好欺负才敢一直欺凌她？没想到云云其实是个硬茬吧？好，我答应你，因为今天我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看，到底是谁抄袭了谁。抄袭狗叶青要开始第3局了，我要向全世界直播你的丑态，看你到时候怎么否认。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王云云和王仁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我的芒绣的针法都一模一样复刻出来？不对，王云云她已经整整5分钟没有眨过眼了。叶青，你怎么不动了？快秀啊！直播间里几10万人看着呢。你要是怕了，就趁早跪下道歉滚蛋，别在这里装神弄鬼，耽误大家时间。并且，他的手出奇的冷，简直就像是某种冰冷的金属。难道他？叶青，比赛时间快结束了，你还不开始？是想在这里故意拖延时间，耍什么花招吗？王老师，我不开始关你什么事？我用自己的时间思考创意，犯规了吗？更何况王云云不也没动吗？你怎么不去催她，反而盯着我不放？云云别怕，这次我们大家都在盯着叶青呢，他别想剽窃你的作品，你尽快开始你的创作吧。没错，云云加油，用你的真本事让这个抄袭狗彻底闭嘴。脑电波扫描中断，对方脑海中没有任何刺绣画面，无法获取复制模板。该死，叶青什么都不想，我根本没办法复制他的作品。难道叶青已经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所以他才故意停下来？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王云云到底是用了什么方式抄袭我，但既然他能当场抄袭，那我不秀了，看他怎么抄。果然，只要我停下创作，你就没办法继续复制。云云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也不动了？可能云云是太紧张了吧，毕竟被那个抄袭狗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污蔑。该死的叶青，难不成他想鱼死网破，直接弃赛？不行，我不能跟他这样耗下去。云云已经开始秀了，叶青还不动，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吧？无计可施了呗。比赛只剩下10分钟，这一局他输定了，看他待会儿怎么收场。10分钟对我来说足够了。只剩10分钟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无论如何都是自作聪明。现在只剩10分钟，难道他还能绝地翻盘可成？快看，叶青终于动手了，只剩下10分钟，他不信能秀出个什么东西。估计是无路可走，想随便蒙混过关吧，还装模作样，我看他就是自取其辱。经数据测算，10分钟，凭叶青的针法和速度，绝对无法完成完整的作品。如果我继续复制它，也只能得到一幅残缺。既然如此，我就直接调用数据库里的备用山水图。只要我拿出一幅完整作品，叶青的半成品就绝不可能赢我。叶青，你发现了我的复制机制又如何？这最后一局，我赢定了。时间到，请2位选手展示第3局作品。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完成度如此高的作品，云云太厉害了！叶青，你装模作样了半天，结果就秀了这么个垃圾半成品，直接被打脸了吧？不抄袭云云的创意，叶青凭自己的实力，连一幅最简单的刺绣都完不成，真是丢人。叶青，胜负已分，你对自己的抄袭行为和技不如人的事实，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王云云，你凭什么觉得这最后一局赢的人会是你？结果都摆在这里了，你这幅作品都没有秀完，难道你觉得靠着这幅残次品能打败我完整的山水图？就是云云才是真正的冠军！叶青，赶紧承认自己抄袭云云，永远滚出刺绣界！经过评委组的一致判定，第3局获胜者是叶青。这怎么可能？评委老师，你们判错了。叶青的作品都没有完成，他凭什么获胜？王云云选手，你的山水刺绣虽然完成度很高，但针法死板，毫无灵动之感。山水刺绣讲究的是写意，而你完全没有领味。相反，叶青选手的荷花虽然只绣了一半，但写意与气韵并存，甚至展现了荷花花瓣的渐变。渐变什么渐变？这上面明明只有单调的粉色，哪里来的渐变效果？这分明就是一幅粗制滥造的半成品。大家请看。天啊，太厉害了吧！原来叶青的作品要配合特定灯光才能展现出最美的渐变效果。这种针法的工艺难度比一般的要高得多，叶青这手法简直是神乎其技。王云云、王仁，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不过，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为什么王云云选手这幅作品和他前面几次的水准相差较大？这幅作品像是机器绣制，毫无生机。这是因为云云，
是个心思敏感、容易受场外因素影响的人。这一局发挥失常，都是因为被叶青刚才的反常行为干扰。对，叶青刚才突然一动不动，大家都在关注他，我也被他严重干扰，这才导致了水平下降。评委老师，请你们综合考量这些场外干扰因素。叶青知道自己的实力比不过云云，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干扰对手。没错，连我们这些观众都被叶青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更别提身为竞争者的云云了，这是严重的犯规行为。请评委公平对待两位选手，千万别让叶青这个抄袭惯犯、投机分子钻了空子。真是可笑，王云云，我什么时候开始动真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你必须靠着某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时时复制我的一针一线，才能秀到现在吗？你胡说，抄袭的是你，不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抄袭我的一针一线。王云云，我问你，你的体温为什么比正常人低那么多？叶青，你这是什么意思？王云云，你根本就不是人类，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胡说什么？你竟然说我不是人！叶青，你疯了吧！叶青，我警告你别在这胡言乱语，你再敢空口白牙的侮辱造谣我女儿，我立刻起诉你诽谤。叶青，这一局你靠着耍小聪明赢了，居然还倒打一耙，造谣云云不是人类，简直不可理喻。王云云，虽然你用高超的伪装骗过了所有人，但你别想骗过我。无论是你的体温还是生理反应，都暴露了你根本不是正常人类的事实。体温低是因为我一直坐在空调冷风口下面，为了不麻烦工作人员，才一直默默忍受。没想到你居然拿这个怀疑我。那你整整5分钟连一次眼都没有眨过，这一点你要怎么解释？在这种决定最终胜负的高压环境下，云云紧张的不敢眨眼，难道不是很正常吗？倒是你不专注于自己的刺绣，盯着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你想干什么？找机会剽窃吗？叶青，这下你终于露出马脚了吧？自己都承认一直盯着云云看，还敢说之前没趁机抄袭云云，太无耻了！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叶青，这一切可是你亲口说的，别想再狡辩了。肃静，第1局平局，第2局王云云胜，第3局叶青胜。目前双方1胜1负1平，依然未能分出胜负。评委老师，第3局叶青明显是靠着干扰对手的卑鄙手段才获胜的，请评委组重新考量啊！叶青，你对我的质疑我都解释清楚了，你现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为你的恶劣行径向我道歉？道歉！必须当众道歉！要我道歉可以，但你必须先接受我的检查。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一定会查清楚。够了，叶青，你给我住手！妈，你怎么来了？妈，你是特意请假来看我的比赛吗？你放心，我一定会赢。叶青，你闹够没有？抄袭人家王云云还不够，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人家不是人，你真是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没有抄袭，是王云云抄袭了我。妈，你为什么宁可信一个外人，也不肯信我？就凭你干扰对手，耍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我还怎么信你？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妈，你别信他们一面之词，你听我解释，只要让我检查一下王云。检查？有什么好检查的？难道你要我们相信王云云不是人这种鬼话？就是，我看你是疯了，这种事谁会相信？输不起还胡搅蛮缠，无耻至极！青青，算妈求你了，输了比赛可以，但不能输了人品啊！你听妈的话，给云云和王老师道歉。我没有错，有错的是王云云。我今天一定要撕碎王云云的伪装。有其母必有其女，上梁不正下梁歪，教出这种抄袭犯女儿，母亲能是什么好东西？叶青，你给我跪下，跪下给王云云道歉，道完歉立刻跟我回家，以后永远不许再碰刺绣。我不跪，妈你放开我，我没有错，凭什么让我跪下来给一个抄袭者道歉？你一定要逼死我，让我这辈子都被人指着脊梁骨骂，你才甘心是不是？妈，阿姨，您别太生气了。虽然叶青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但只要他愿意认错，我还是可以原谅他的。叶青，你觉得呢？叶青，你今天要是不道歉，从今往后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妈，我是你女儿，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夺得全国刺绣大赛冠军是爸爸一辈子的梦想，我要替爸爸完成。妈，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这边支持我一次？正因为是你爸的梦想，咱们才要堂堂正正的赢。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对得起我，对得起王仁老师对你的栽培吗？我说了，我没抄袭，要我给王云云这个剽窃社者道歉，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可能。好，好，你愿意丢脸就丢，我管不了评委老师，既然现在叶青的抄袭嫌疑已经基本坐实，鉴于他刚才在场上还有恶意干扰竞争对手的行为，我提议这最后一局的获胜者直接判定为王云云。王老说的对，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没错，判定王云云获胜，而且要把叶青赶出刺绣界，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肃静，王仁先生，现在比赛并没有结束，请你立刻退回台下，不要干扰评委组的判断。朱评委，说好的3局2胜，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才是这场大赛的评委，判定结果由我们说了算。最后一局是叶青选手获胜，现在双方1胜1负1平，依然是平局。我们大赛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平公正的选出最优秀的刺绣创作者。可是叶青在第3局故意拖延时间，干扰竞争选手，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犯规吗？艺术创作本就依赖灵感，创作者的灵感最后几分钟才爆发很正常。如果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死板的干，那和不会思考只会机械复制的机器有什么区别？况且叶青选手并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干扰行为，王云云选手受影响，只能说明他心态不够稳定。所以我宣布加赛一轮，评出真正的胜者。王云云，就算我今天无法胜出，也一定要亲手挖掘出你们父女俩身上肮脏的秘密。最后一局考核题目人，重点在于人物与刺绣的巧妙融合，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技艺与构思并齐的选手才能夺得最后的冠军。现在请2位选手各自回到休息室准备，20分钟后最终决赛正式开始。云云，你别紧张，刚才那一局大家都看在眼里，是叶青故意使诈。没错，正义最后一定会战胜邪恶。等最后一局结束，叶青那个抄袭狗一定会身败名裂。云云，你只管名利双收。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打败叶青，拿到冠军。好了，你们先出去吧，让云云一个人静静心，好好准备最后一局。当前电量低于10%，请立刻接通电源。该死，都怪那个叶青浪费时间。不过，就算他发现了王云云的异常，又能怎么样？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改变成为我垫脚石的命运。请立刻接通电源。真麻烦，特制的充电器在家里。现在离最终决赛剩下不到20分钟，我回去取，希望能赶上。听着，下一局你必须在系统关机前速战速决，用最快速度完成复制，不给叶青任何拖延的机会。指令已接收，最终局将开启快速模式。青青，你比爸爸更有天赋，将来你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刺绣师。我不能放弃，我绝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现在我只能依靠自己，必须找出真相，洗刷冤屈。王云云不是通过监控抄袭我，也没有视觉共享之类的特异功能，而且我确定她绝对不是人类。现在当务之急是我该怎么应对她的抄袭。我不秀，她就无法复制；可如果一直不秀，我也无法获得冠军。有了。为了防止再出现抄袭剽窃的风波，也为了避免2位选手受到对方干扰，最后一局2人中间将用隔板完全阻隔。王云云，这下你总不能再污蔑我故意在场上干扰你了吧？叶青，你还好意思说这隔板是用来防你这个抄袭犯的？你居然还敢反过来嘲讽我！好，隔板用得好，这下看叶青还怎么偷看云的作品，怎么耍小动作。另外，鉴于之前的突发情况，本局评委组一致决定，2名选手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完整作品。王云云，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靠抄袭我来蒙混过关了。废话少说，快开始吧。叶青，就算你发现了我的异常又如何？在绝对的科技压制面前，你注定会被我狠狠踩在脚下。叶青，装得这么胸有成竹，结果不还是乖乖构思创意，等着被我扫描复制？不对劲，这脑电波里的构图，叶青到底在秀什么？云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比赛要求是人物，叶青这是在秀谁？
我的资料库中竟然没有这个男人的图像。应对过往比赛数据分析，他选择名人肖像刺绣的概率高达70%，所以他绣的极大可能是某个我没有收录的名人。我只要继续实时复制，最后拼的只剩技法，而他人工的误差绝对无法超越我的完美征服。最后一局，我必赢。王云云，这一回，你真的要选择继续抄袭我吗？叶青，你是什么意思？云云，这次有隔板挡着，叶青绝对超不了你，你放心大胆的秀。胜利就在眼前，千万别放弃啊！请选手注意时间，本局比赛不允许提交半成品。叶青不过是在装神弄鬼，想扰乱我的判断。只要他还在秀，我就能复制，你赢不了我。电量耗尽，即将关机。突发情况，比赛暂停，医护人员快看看怎么回事！住手，别碰他！他这是老毛病了，是眩晕症，时不时就会晕倒，歇几分钟就没事了。既然如此，比赛临时暂停10分钟，是否继续，视选手的身体状况而定。难怪云云平时总是发呆，原来是得了这种病，真是太让人心疼了。果然有问题。接入外部电源，电量正在快速恢复，脑电波扫描功能升级中。升级结束，充电结束。扫描脑电波，原来王云云是一台智能人形 AI， 一直在靠着扫描我的脑电波剽窃我的作品。既然知道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好办了。王人王云云，在最后的舞台上，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撕碎你们的画皮。系统已经升级，现在的云云不仅实时扫描脑电波创意，还能进行差异化改编。这次必定能赢叶青。总决赛现在重新开始。主评委，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屏蔽比赛会场内的网络信号。他要干什么？难不成叶青已经知道云云的真实身份了？叶青选手，你这是什么意思？会场内大量观众在用手机直播，他们对我造成了严重干扰，无法继续专注于比赛。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大家用手机直播怎么了？就应该让全国网友都看看你这个抄袭者的嘴脸！没错，叶青，你不会心虚了吧？叶青，你别无理取闹，观众没有对你进行实质性的身体干扰，他们播他们的，你秀你的不就行了？哦，你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为什么第3局时你还冠冕堂皇地指责我一动不动是干扰你？明明我当时什么都没对你做。那能一样吗？评委老师，前几局我忍了，但这最终局关系到冠军归属，我不能再忍。我请求立刻开启屏蔽器，屏蔽场内的一切信号。荒谬！为了你一个人，至于这么大动干戈？评委老师，让他们把直播关了不就行了？关了直播，他们会听吗？这些观众这么偏向王云云，一定会想方设法偷拍传播，只不过是彻底切断信号。王老师，你这么阻拦，难道是有人通过智能网络作弊？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网络作弊？你简直是异想天开，被害妄想症！抗议！屏蔽信号会侵犯我们观众的合法权益，我们不接受。肃静，经过评委组商议，观众的现场直播行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选手的发挥。最后一场比赛将开启网络信号屏蔽装置，比赛结束后即刻恢复网络连接。没有网络，王云云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应该无法继续运作。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们父女俩还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狡辩。云云加油，保持这个状态，放心秀，你一定是冠军。什么？网络明明已经断了，难道它还能继续运作？叶青，跟我斗，你还是太嫩了。幸好我刚才在给云云充电升级时，在她程序里添加了离线1:1跟随模式，确保在断网时，她也能对叶青进行模仿。不过离线模式也会受到限制，没有网络，云云不能智能思考，只能像普通的 AI 那样生成画面。万一出现差错，不管了，人类怎么可能超越科技？叶青，你这回绝不可能赢。信号已经屏蔽，但王云云竟然还能保持运作。不过没关系，我留的后手也不止这一招。时间到，请2位选手展示你们的最终作品。王云云，既然你只能一味地复制我的作品，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解释。叶青秀的这个男人是谁啊？从没见过，这次不会也是抄云云的吧？评委老师，各位观众，这幅人像刺绣作品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的肖像。不出意外，王云云的绣布上一定也是我父亲，但他根本没见过我的父亲。这一切足以证明是他一直在暗中抄袭我。王云云，王人，一切都结束，你们的阴谋要彻底落空了。叶青，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先睁大眼睛看清楚，我绣的到底是谁？
怎么会这样？这次王云云的针法仍然和我的一模一样，但画面和创意却完全不同。太美了！你们看云云的作品，那长发发丝的光泽感，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叶青那一幅虽然也不错，但发丝部分的塑造难度却是天差地别。叶青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人家抄袭，现在打脸了吧？就是故意秀去世的吧？以为能在这里打同情牌呢，真是瞎。我没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还是不行？评委老师，这一局王云云在发丝部分的塑造难度远超叶青，想必这次总决赛的冠军归属已经水落石出了吧？两幅作品各有所长，请王仁先生不要过度引导。评委组需要先进行讨论，最终的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但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处理，那就是好好清算你叶青。你剽窃我女儿的心血在先，却反过来诬陷她抄袭，愧对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悉心教导。不仅如此，你为了不择手段取胜，甚至丧心病狂地造谣云云不是人类，你简直不配为人。没错，之前为了维持大赛秩序才没收拾你，现在你必须为你的无耻付出代价。叶青跪下道歉，滚出自由界，终身比赛。不行，我不能这么轻易认输。等一下，这幅秀总不对劲儿。这幅作品有问题。叶青，你又想污蔑云云是不是？与其在这里借题发挥，不如老老实实道歉，这样大家还能稍微高看你一眼。那幅刺绣有很大问题，如果你心里没鬼，就把它交给我检查。我不仅完美复制，还在叶青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谁也不可能看出这幅作品的原型。没错，这幅作品绝不可能有任何问题。有问题？我看你是想趁着查看的时候破坏云云的作品，继续靠着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吧。云云的作品由不得你在这里评判，只有评委老师们才有这个资格。王仁，你以为你们两个做的天衣无缝吗？这一次，你们是在自掘坟墓。现由评委组仔细评演两名选手的作品，10分钟后宣告结果。叶青，要是你一开始就乖乖当我们的垫脚石，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人人唾弃的下场。王仁，你终于暴露出真面目了。不过别怪我没警告过你，这一次王媛媛的作品可糊弄不了大家了。还在嘴硬，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各位，今天大家见证了所谓的刺绣天才叶青，不过是个靠着抄袭和污蔑他人得到虚名的无耻之徒。他应该跟我和云云道歉。没错，业界支持，叶青道歉，道歉。看吧，你已经彻底引起众怒，等比赛结果一出来，就是你彻底滚出刺绣圈的时候。那我们拭目以待。简直是太荒谬了！祝评委老师您消消气儿，千万别为了叶青这种人气坏了身体。再怎么说，我也是叶青的老师，他干出这些败坏行业风气的行为，我也有责任。这件事儿就由我来处理。王云云，你的作品简直太荒谬了，这根本不是艺术，是粗制滥造。评委老师，这幅作品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王仁，你作为一名在行业内声名远扬的刺绣老师，居然连这么明显的漏洞都看不出来，看来你这个老师的水分很大呀。评委老师，云云这幅作品明明非常优秀，无论是发丝的走向还是面部神态都惟妙惟肖，你不能偏袒。没错，这幅作品这么完美，怎么可能有漏洞？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两张人像的比例一模一样，可女性的肩膀结构根本就没有那么宽。王云云的这幅人物秀比例完全失调。王云云，我希望你能好好解释一下。仅仅因为人体结构有一些相似就怀疑云云，评委老师，我有理由相信你们从开始就在偏袒叶青。王老师说的对，评委老师，你们自诩公平，却一直在帮着叶青欺负云云。叶青是不是私下贿赂你们了？注意你们的言辞。如果你们对本场比赛的公平性有疑问，请采用合规的方式审查投诉。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王仁，如果仅仅是人体结构相似，我们确实无法直接判定王云云的作品有问题，但这仅仅是王云云这幅作品里最小的一个毛病。你们仔细看图中这个长发女人的那双手，王云云，为什么你绣的人物肖像长了2只右手，每只手还有7根手指？你这是在搞什么后现代先锋艺术吗？该死！王云云在离线状态下生成的构图虽然已经能糊弄过大多数人，但在细节方面还是……居然长着2只左手，7根手指，这不就跟网上那些粗制滥造的 AI 生成图一样吗？就是啊，这种低级错误也就 AI 会犯。不是这样的，大家听我解释。王云云已经彻底暴露出马脚，看来是时候向大家揭露一切真相了。大家都看见了，王云云这一次犯的错误已经荒谬到不能用粗心来解释，这是因为王云云她不是人类，而是智能 AI 机器人。
叶青，你给我闭嘴，别在这里胡说八道。那你倒是解释解释，王云云的作品里为什么会出现2只左手？她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这都是因为云云受到眩晕症影响，再加上之前被你刺激，情绪不稳定，所以才一不小心搞错了。你这个理由倒甚可笑。云云绝对不可能是人工智能，她是我的亲女儿，是我王家的血脉，我可以拿人格担保。人格担保？你这种人还有人格可言吗？请大家不要相信叶青这种荒谬的言论。我可以拿出王云云的出生证明和她小时候的照片为证。王仁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可我明明亲眼看见王云云充电的样子。叶青有点太异想天开了，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哪有这么仿真啊？但这种错误确实太低级了，根本不像是王云云这种水准的人会犯的。王仁，你这些敷衍的解释毫无说服力，这简直是作为艺术工作者最基本的操守问题。那又怎样？那也只能证明这一局云云发挥失常，输了，根本不能证明她是什么人工智能。既然这一局没有分出胜负，那下次大赛再见，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赢。下一次，你们又想再找一个受害者作为傀儡，然后通过那些下作的手段来获得冠军吗？我不会再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王云云，虽然你的作品有瑕疵，但我承认你的技术远超于我。这一局我希望平局。王云云，我们继续比试。叶青，你这是什么意思？叶青，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全国刺绣大赛，不是过家家的儿戏。你胡闹什么？叶青，你在假惺惺什么？难不成你想看我们的笑话，故意羞辱我们？叶青，请你尊重赛场秩序。你们做这一切不就是想获得大赛冠军吗？我不这么说，你们会心甘情愿留下来，直到我彻底撕碎你们的伪装吗？王云云选手这幅作品收针简洁，织法精细，尤其是头发的部分，简直惟妙惟肖，这一点我自愧不如。因此，我希望这一局是平局。叶青说的确实有道理，毕竟他们并不是专业的绘画艺术家，在美术构图和结构方面出现些许缺漏，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们是刺绣师，不是画家，不应该用画家的水准来要求他们。不管怎么样，这是全国性的比赛，不能这么儿戏，不能因为参赛选手的一句话就判定为平局。不过，既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那这一局由在场所有人投票进行。投票？怎么会这样？如果投票决定这些观众从一开始就对我有偏见，我必输无疑。这叶青到底想要干什么？不管了，不管用什么手段，我都必须获得大赛的冠军。我同意，这最后一局，请观众们投票进行，最为公平公正。叶青，跟我斗，你还太嫩了。这些年，我王仁在刺绣界的人脉是你想象不到的。我的威望和声誉会让我在这次投票中彻底胜出，而你注定只能成为我的牺牲品。叶青，你这是何苦呢？本来主评委都偏向你，想直接判你赢了，你自己非要跳出来反对，这下好了，观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果然，人类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完美的智能 AI。我的想法是对的，这一切都证明了人工刺绣最终一定会被 AI 彻底取代。没想到这结果真是出人意料，我原以为这些观众这么讨厌我，投票结果一定是王云云压倒性的胜利，没想到竟然有一半的人选择支持我。那么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王云云最后一局犯的错误太离谱了，怎么都是叶青比较靠谱？对，我选的叶青。一开始我们就错怪叶青了，他是真的有实力，最起码不会犯王云云那种错误。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最终的获胜者是……慢着，王仁，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怎么，叶青？难道你还是输不起？我刚才并没有投票，我叶青还有一票呢。什么？是的，在场所有人，包括王云云都投过票了，只有叶青本人还没有投票。怎么还是平局？本次比赛已经严重超时，考虑到参赛选手和在场观众的身体状况，现在宣布决赛延期，3天后再进行。提前宣布，最后一局不限题材。叶青，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自作聪明，可怨不得别人了。我之所以愿意继续和你们比，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输赢，我只在乎
在所有人面前揭露你们的真面目。这是……请大家不要相信叶青这种荒谬的言论。我可以拿出王云云的出生证明和她小时候的照片为证。可我分明在后台看见了王云充电的样子，她绝对是智能机器人。你好，爸，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我对你也是同样，请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原来王云云的身份另有隐情。刚才那确实是王云云的声音，但号码的归属地却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海城。难道电话那头的才是真正的王云云，而王仁身边的只是一个 AI 仿制品？不管怎么样，现在最紧要的是想出办法，在3天后当场揭穿王云云 AI 的身份。现在的人形 AI 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并不是完美的，只要让我找到其中的破绽，就一定能打败他们。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有了。叶青，你的执着最终一定会把你害得很惨。哦，你想说什么？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升级了王云云的系统，她在复制改编方面的能力再也不会出现任何逻辑错误。这一回，你不会再有任何办法应对。那又如何？王仁，我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秘密？就算你发现王云云是 AI， 又能怎么样？不久后，等人形智能 AI 普及，我会慢慢公开这个秘密。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接受完美的智能 AI 作品。你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了什么？王云云是人形 AI 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说的是，我发现了你的秘密。哼，你还想吓唬我？我能有什么秘密？王仁，你用 AI 智能替代了真正的王云云，对不对？而真正的王云云早就对你失望至极了。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最终决赛，由2位选手自行选择自己擅长的针法与创作方式。我选择染绣。染绣是上色与刺绣的结合，这正是王云云最擅长的领域。她的数据库里包含了上千种色彩搭配，这2种工艺相结合，比单纯的刺绣观赏度和难度更高。染绣是云云最拿手的，这次她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是啊，这场比赛云云赢定了。我就知道你会选择染绣，正合我意。我也选择染绣。叶青根本不擅长染绣，他为什么会在决赛中选择和云云一样的工艺？这个叶青，他到底又想干什么？叶青，你又想干什么？你为什么非要和云云用同一种针法？叶青，你不会还要抄袭云云吧？我记得叶青最不擅长的就是染绣啊，他为什么会在决赛中选择一个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就是这叶青到底在想什么？之前也是，明明都要赢了，却莫名其妙要求平局继续比试。我已经彻底明白了你的抄袭机制。你通过扫描我的脑电波，获得我的视野，再通过分析我的手部动作，来完成复制改编。哼，那又怎么样？我的这套系统是无懈可击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能获得你的思路，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成果比你的还更加优秀。只要你还在绣，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当我的素材。素材，别忘了，没有我这个素材，你什么都不是。失去地基，不过就是一栋危房。怎么，你还想如法炮制，和第3局一样，最后几分钟再开始绣？别忘了这是决赛，评委们已经说过不会再包庇你的半成品了。我当然不会再使用这个方法，那样太便宜你们了。我要做的是彻底摧毁你。摧毁我？我可是由最先进的技术研发出来的人形智能 AI 产品，想摧毁我，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吗？那就走着瞧。检测到叶青正在创作，开始复制并升级。 AI 的复制永远无法触及记忆的灵魂。这3天里，我查了无数有关人形智能 AI 的资料，就像王仁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机制确实相当精密，但他们也绝不是没有任何缺陷。这些能够模仿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开启深度模仿的时候，会复制目标对象的动作。前几场比试中，我并没有留意这一点，但这个特点现在正好可以为我所用。叶青怎么速度越来越快了？不仅是手上的动作，脑海中思考的也越来越快。可恶，我的智能思考和审核根本来不及反应，那就只能进入深度模仿模式。王云云，
你的处理器一时半会儿跟不上我的速度，你只能开启深度模仿模式，1比1复刻并改进我的动作。叶青，你根本无法摆脱王云云，让王云云来不及智能审核，直接模仿我的动作，就是我想要的。叶青的表情为什么这么胸有成竹？他想干什么？王云云充电孔的位置是在右手手腕处。住手！不好，王云云的充电孔不是防水的。充电装置遭到破坏，运行暂停。人形智能 AI 产品最突出的一个缺点就是充电口不防水，所以王云云，你之前一直刻意不接触任何水源，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这是怎么回事？王云云真的是智能 AI？ 不可能，不可能！王云云怎么会是人形 AI？ 我不相信！云云，你向我们解释清楚。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什么？难道你又要用身体不适来辩解吗？不是我。就算王媛媛是 AI 又怎么样？王老师，你说什么？王云云，既然真的是 AI， 我们竟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王仁，你说什么？王云云是 AI， 你竟然利用 AI 来参加比赛，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的犯规 ？AI 又怎么了？这场比赛并没有规定只有人类才能参加。确实是这样，这次比赛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人工智能参赛。王仁，你这是违规利用比赛规则的漏洞，你这样对其他选手根本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个事实，人工智能一定比人类强吗？你胡说什么？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就不隐瞒了。王云云是最新款人形智能 AI， 是我一直更新她的系统，才让她拥有了现在这种高超的刺绣技艺。王仁，你这是犯规，你根本不尊重艺术。不尊重艺术？真正不尊重艺术的人明明是你们。王老师，你说什么？王老师，您可是刺绣界的名师，我们尊敬您热爱刺绣，才选择向您学习。您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哼，你们没听明白吗？我说，不尊重艺术的是你们。王仁，使用智能 AI 的是你，真正不尊重艺术的也是你。哈哈哈哈！你们这些人从来不愿精进技术，不仅手法粗制滥造，效率也极其低下，早就该被 AI 替代了。什么？王老师，您原来是这么看待我们的？你学了5年才掌握基本的针法，绣出来的针脚一团糟。可是你一幅作品能绣上1年，效果还不如王云云1个小时绣出来的。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才是不尊重艺术的人？正是因为我尊重艺术，所以才会选择用 AI 来代替你们。这次参赛就是为了让 AI 在刺绣界崭露头角。王仁，你完全是一派胡言。你身为行业知名的老师，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对得起学生们对你的敬重吗？难道我说的有错吗？叶青，你要怎么反驳我？你说王云云效率高，技术精湛，创意独特，但是王云云这种只会模仿升级的 AI， 难道不是学习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吗？哼！但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一个王云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给王云云输入上千个数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正是这些你看不上眼的人的作品，才是人工智能发展起来的基石。正是你看不上眼的一针一线，每一个构思，才构建出王云云精密的数据库。你觉得王云云效率高，那是因为别人是从零开始的创造，而 AI 只是复制。你已经习惯了依赖 AI 高效率的算法，自然就看不起人工了。叶青，你给我闭嘴！而且，我想真正的王云云一定和我的想法一致，才会和你彻底闹掰。我说的对不对？你怎么会知道？叶青，你给我住嘴！王云云就在这儿。我就知道你会否认，但无所谓，你总有承认的那一天。王仁，我们一定会把你的违规行为上报给刺绣协会，让你再也不得踏入这个行业。那又如何？这几场比赛大家都已经亲眼见识到了，人形智能 AI 比人类强了多少倍。即便最终无法胜出，我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一半了。总有一天，你们都会明白，我的话是对的。王仁，我要和你的人工智能 AI 比试最后一场。你说什么？
我要和王云云正正当当比试一场，但王云云不能再扫描我的思想，只能利用她的数据库。可这根本不符合规定。我同意叶青和王允云继续比赛。王仁，你不用担心，我以主评委的身份保证，我绝对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我要告诉你 ，AI 在艺术界永远无法代替人工。我当然要应战。叶青，等一下，你们有事儿吗？我们想和你道歉。对不起，叶青，是我们太蠢，被王云云和王仁蒙蔽了双眼。对不起，我们不该那么侮辱你。对不起，叶青，我从前嫉妒你的天赋，所以处处针对你。你才是德行兼备的榜样。王仁的那番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你们的努力，大家都知道。可是王仁说我们是粗制滥造。有些人天赋一般，这不能成为王仁攻击你们的原因。天赋不是衡量艺术的唯一标准，坚持和热爱才是。你真的这么想？当然，我见过你们凌晨还在工作室里刺绣，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对艺术最大的尊重。如果我是你，一定早就束手无策，向王仁低头了。你是我见过最坚韧顽强的人，我们一定会支持你。对，决赛你一定要赢，让王仁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刺绣。谢谢你们。王云云，我不是王仁，请你别挂断电话。你怎么会有这个号码？我在王仁工作室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想干什么？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你是谁？你想让我帮什么忙？我是王仁的学生，我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关于他用 AI 替代你的事。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如果你希望我能帮你劝导他，对不起，我真的无能为力，我早就放弃了。不，我不需要你劝导他，我只想知道真相。真相就是在他眼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没关系，请你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在我少年的时候，我爸爸对我的刺绣技艺寄予了近乎疯狂的厚望。我那么尽心全力的教导你，你就绣出这种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了。对不起，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没有偷懒。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女儿。我一定要创作出让爸爸满意的作品来。勉强及格，但离能参加全国刺绣大赛还差得远。爸，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能夸奖我，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生日年年都有，刺绣大赛可不等人。去把染色的丝线整理好。我知道了，等我买完蛋糕就去办。不好，最近只顾着练习刺绣，睡眠严重不足，头好晕。你怎么走路不看车呀？出车祸了，快打120报警！云云，你没事吧？你吓死我了！妈，我没事，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王云云的身体没有大碍，只是右手粉碎性骨折，以后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什么？那他以后都不能再刺绣了吗？是的，患者骨骼受损严重，以后无法再进行微操类的工作。怎么会这样？我们女儿都这样了，你还想着刺绣？你脑子里只剩下那个破刺绣了吗？你懂什么？我看你什么都不懂。我们王家世世代代都是刺绣名家，如果我的后代不能刺绣，把家族名誉延续下去，那和废了有什么区别？名誉，在你眼里，家族名誉比女儿的命还重要吗？爸，对不起，是我没有。王家的招牌要在我这代砸了。王仁，
如果你再这么疯魔，不把女儿的生命健康放在眼里，只想着你那个破刺绣，我们就离婚。你妇人之见，我懒得和你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在那之后，虽然我积极参加复健，终于能穿针引线，但技术比以前更糟糕了。那时，我彻底明白了，我再也不可能完成爸爸的心愿。王仁先生是吧？您的巨型定制包裹到了，请在这儿签收一下。好，放这里就行，谢谢。这是什么？这是你的替代者，也是王家未来的希望。你竟然选择用智能 AI 来代替我，爸，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不然呢？你的右手已经废了，你还想占着我们王家继承人的位置吗？不，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难道在你眼里，青青根本就不重要吗？云云，你要顾全大局，为我们王家，为我的名声考虑考虑。再说了，你是我女儿的事实永远都不会改变。从王仁选择用 AI 代替我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和他绝不是一路人。从此以后，我没有你这个父亲。云云，妈妈支持你的选择，只是妈妈舍不得你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受苦。妈，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外面不比家里，你一定要按时吃饭。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妈，记得常给家里写信，常回来看看我和你爸。我和王仁已经是两路人了，我们不会再和解了。王老师绣得太好看，太厉害了！谢谢大家。其实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只要静下心都能绣好。从来没有人这么真诚纯粹的夸奖我。从前我只觉得自己是家族支持，而现在在学生们的夸赞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刺绣不应该是追名逐利的工具，而是获得快乐与享受的方式。老师来教你们刺绣，好不好？好！老师是这样穿线吗？对，手指捏稳针脚，就是这样。你做得很好。老师，是我绣得太丑了吗？没有，老师在你们的作品里看到了最纯真的热爱和纯粹的追求。你们是真正的艺术家。现在接受指令，开始录入刺绣作品。接受指令，正在录入。王云云，像你这种蠢货就应该被替换掉。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很抱歉，我也无能为力。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王仁利用 AI 参加全国刺绣大赛，但他的阴谋已经被我当众揭穿了。那就好，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就该破灭了。我想请你在我们最后的决战中来现场观赛，可以吗？让我考虑一下。好，我等你答复。妈，你回来了，今天没有加班吗？对不起，是妈冤枉你了，妈不该当众让你下不来台，都是妈的错。我不怪你，我知道你的本意是想让我好好做人。青青，你原谅妈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们是一家人。青青，你有没有对策战胜王仁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胜算，但我想再和他们比试一次，告诉所有人，人类和 AI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坚持自己的意志，就算胜率未知，我也愿意勇敢应对。青青，你能有这样的觉悟，这一路用坚定的意志对付王仁，就算遭到所有人质疑也不退缩。在妈妈心里，你已经赢了。你们怎么来我家？找我有什么事儿？叶青，我们很对不起你，我们想用行动来向你道歉。我们整理了有关智能 AI 算法的资料，希望能帮上你的忙。谢谢你们，这些资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要能帮上忙，我们就放心了。决赛加油，我们会在台下为你鼓劲的。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还是和之前搜索的大差不差。上次靠着 AI 充电口不防水的特点揭开了真相，但这一次王仁他们肯定不会再采用模仿我的方式了。AI 的智能搜索资料库发展的那么快，
我真的不一定能战胜他们。爸，我的作品总是不够完美。已经很棒了，青青，你绣得太厉害了，爸爸简直自愧不如。你看看背面呢，背面全是线头，一点也不完美。青青，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正是不完美成就了作品的独特性。那些所谓的不完美里，展现的是你这个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谁是完美的，你一定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瑕疵。接受自己的瑕疵，我明白了，爸。爸，我想你了。您临终前嘱咐我的事儿，都完成了。青青，你将来一定要成为优秀的刺绣师。老爷，你先别说话了，好好躺着歇一歇。不行，我必须说，青青，你一定要替爸爸去看一看全国刺绣大赛现场是什么样子。爸，我答应你，我一定去。您放心养病，我绝不偷懒。好，青青的手艺比爸爸当年强多了。咱们女儿有出息，你快闭眼歇歇，医生说你需要静养。我好好休息。爸，老爷，爸爸，我这一次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通选手，我现在挑战的是一种破坏艺术界的智能 AI。我到底要怎么战胜这一切？我真的能做到吗？我知道，如果您还在，一定会支持我。可我到底该怎么战胜这些飞速发展的科技呢？王老师，您怎么看着这个刺绣叹气啊？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这上面的铁齿人是您和您的家人吗？是啊，可惜现实并不像这幅画这么圆满。现实似乎在将我推回那个不完美的家，推回那个被抛弃的噩梦。老师，虽然我不懂您家里的事儿，但我知道您是我见过最好的刺绣老师。您教我们的东西是有温度的。谢谢你。可我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我根本无法改变父亲，他对我只有失望。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叶青，我会回去看你们的最终决赛，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 AI。真的吗？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因为我想亲眼看见我父亲的工具理念是如何败给真正的人类温度的。谢谢你，云云。今天就是天才刺绣选手叶青和无所不能的智能 AI 王云云的最终决赛，人类到底能不能战胜 AI？ 请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很悬啊 ，AI 发展太快了，很多领域都快完全代替人工了。就是啊 ，AI 生成的缺陷越来越少了，比人工产出的更高效、更优秀。我还是相信叶青，永不言败，越挫越勇，这才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叶青小姐，作为人类选手的最后希望，请问您对此次比赛有把握吗？您真的能战胜数据库几乎无限的 AI 吗？可以透露一些您的应对思路吗？叶青小姐肯定早有应对思路了，前几次她揭穿王人太聪明了。没错，这一次我们也相信你能创造奇迹。看来大家都对您寄予厚望，叶青小姐，您现在最想对支持您的观众说什么？其实我并没有把握，但我会尽全力把属于人类的温度留在刺绣上。叶青小姐，你可是天才刺绣师，怎么会没有把握呢？是因为谦虚吗？我确实没有把握，前几次化解危机，运气占了很大部分。最后一局，我并没有太大把握。那能否向我们提前透露一点创作思路？这次决赛题目没有提前透露，就是为了防止 AI 提前进行特定数据的信息采集，所以在拿到题目之前，我暂时没有创作思路。原来如此，这确实是最公平的对决方式。叶青，这注定失败的一局，你还真敢来？我还以为你会落荒而逃呢。如果我是害怕失败的人，前几局就该退缩了。好，有骨气。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一次，王云云的素材库更新了3000种顶尖刺绣素材，计算运行效率增至原来的2倍。叶青，你真以为这最后一局，我们还会犯之前的错误让你钻空子？我倒要看看这次你到底要怎么赢。我怎么赢？
你管不着。不要再嘴硬了，叶青。这一次，你真觉得你会赢？王仁，你的人生里已经被输赢占满了，以至于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哦，什么东西？爱、信任和人性。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谁会稀罕？我不需要温情，我只需要最优秀的、不会出错的合作者。所以，你连亲人都能舍弃，让冷冰冰的智能 AI 来代替一切。你已经知道了，无所谓。我告诉你，那是他自己自甘堕落，根本不配做我的继承人。你的继承人标准根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只是想要一个听话的工具。你胡说什么？我早就不在乎单纯的输赢，我绝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所谓的完美，舍弃人性和温暖。你就是真正的王云云，虽然由于常年在山村之交，皮肤被晒得有些黑，穿着也很朴素，但你身上鲜活的生命气息，比那个 AI 机器人耀眼太多了。叶青，祝你成功。叶青，这一回你绝对赢不了我。无论什么题材，我的数据库里都存有至少上千个素材，随时都能调出影像，不需要再复制你的脑电波了。是啊 ，AI 更新速度可真快，看来我已经被你们当做过时的垫脚石了。你知道就好，但是无论如何，你也只会复制。物理意义上的完美，恰恰是最空虚的，就连你自己，也只是个可怜的复制品。检测到无法理解语句，进行逻辑忽视。就像这样，你永远无法理解情感，这就是你和人类的鸿沟。叶青，不管你怎么逞口舌之快，这次比赛结果不会改变，你注定会输，而你的失败会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力量多么有限。这一次，无论是写意山水、仿真针法，还是极难的双面绣，我的 AI 都不可能再出任何错错，我赢定了。本次决赛依旧针法不限，题目是岁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岁月这种没有标准的抽象题目？你随意使用权力，违反规定比赛题目。刺绣比赛从来只有具体的事物，凭什么用这么抽象的题材？这不公平！违规？我怎么违规了？你没见过命题作文吗？为什么只能规定具体题目，不能规定抽象题目？王仁，你口口声声说你的智能 AI 能战胜人类，那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小的抽象命题难倒？这样的命题根本无法用数据指标衡量。刺绣是艺术，不是工业流水田上的产品。思维也是比赛重要的一环。如果你想认输，请便。认输，在王仁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两个字。行，不过是个抽象题目，只要王云云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提炼，照样能生成符合的作品。这一次我用尽全部算力，告诉全世界，无论是比技术还是思维，叶青都赢不了 AI。我和王云云开启了脑电波联动模式，可以实时脑内交流。就算王云云理解不了抽象概念，我也能直接传送指令。接受指令，正在开启联动创作模式，开始检索数据库。目标指令：岁月。这就是我的替代品，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也配谈岁月？岁月，真是毫无意义的命题，一定评委组故意偏袒叶青，才想出这种方式，可笑。王云云，检索进度怎么样了？为什么还没开始生成草图？山水题材资料库、仿真题材资料库、动物题材资料库已检索完毕，未找到和岁月相关资料，请重新输入具体指令。可恶，这个题材太抽象了，王云云没办法直接进行数据匹配和生成，没办法，只能使用我的创意。岁月，可我从前都是刺绣具体题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美呈现。无法检测到合理指令，请指令发送者保持冷静，重新输入。这个题材太宏观了，我一时也想不出好的方向。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是该用针线记录时间的流逝，还是记录人生的变化？如果只是绣枯木逢春，
是不是太落入俗套了？不行，我得再想想，一定有更深刻的切入点。王云云，继续扫描叶青的脑电波，只要能赢，规则毫无意义。这场比赛命题本就偏向叶青，我违反约定也是应该的。叶青，你只配当我的素材库，不配当我的对手。指令接收完毕，正在强行扫描叶青的脑电波。扫描反馈，叶青的脑部电波处于停滞状态。叶青也没有开始秀，他完全没有思路。看来评委没有串通叶青，这我想多了。叶青，难道你还敢当众弃赛不成？你肯定有点子，快点动手，把你的创意献出来吧。检测到画面录入，正在捕捉草桃轮廓，是一家3口构图。叶青，你的想法也不过如此，终究摆脱不了世俗的亲情。但现在获胜更重要，立刻将这个构图进行 AI 优化，继续复制改编它的脑电波，并用高精密针法压制它。正在进行构图优化，与针法算法匹配。父亲，10年了，我们终于再见面，而你还是这么不择手段，竟然在台下偷偷搞小动作。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了。可恶，现在还在比赛，绝对不能在关键时刻出什么岔子。跟我出来！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你想坏我的好事吗？我凭什么不能回来？难道你害怕大家知道你用人形 AI 取代亲生女儿的丑事败露吗？你这叫什么话？这是我的心血，它代表的是我们王家的荣耀。荣耀？为了你那虚伪的荣耀，你连我的名字、我的脸，甚至我的整个人生都可以被一堆数据取代。因为你就是个废物，右手废了就毫无价值，被取代也是活该。我警告你，不许上台捣乱，坏了我的好事。这么多年，你没有对我有过一丝愧疚吗？云云，爸爸确实很想你，但爸爸有自己的任务，不得不完成。只要你安分点，等比赛结束，人工智能获胜，我们一家就重新开始生活。我告诉你，一切都回不去了。就是因为你这么执迷不悟，妈妈才会在3年前跟你离婚，我才会离开这个城市。你抱着你的 AI 过一辈子吧。云云，云云，你站住！真是个倔脾气，不管是谁，我都不能让他阻挡我的脚步。不好，王仁突然离开了会场，脑电波链接信号直接断开了。怎么回事？叶青为什么突然擦掉构图？比赛还剩40分钟，他想干什么？这超出了我的预测模型。叶青，你一定要战胜 AI， 我相信你。岁月，我有想法了。检测到人像草图，面部特征与数据库比对中。叶青，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准备秀我的肖像？叶青开始构图了，立刻复制。可叶青，他在秀我，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秀你？叶青怎么会秀你？这和岁月有什么关系？报告，数据库无法在岁月和王云云肖像之间建立逻辑关联。我是否继续复制创作？不行，这根本毫无道理。到时候不仅会被判定抄袭，还会输得很难看。但如果我不继续复制叶青，这一局一定会输的。叶青到底为什么会秀王云云？他们关系一般，并且王云云和这次题目毫无关系。王仁，我知道你一定在用 AI 监视我，但我要告诉你，人类和 AI 不一样。我们人类艺术家只专注于自己的创作，不需要处心积虑剽窃他人创意。警告，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0分钟。叶青到底为什么会秀王云云？到底为什么？难道叶青秀的其实是你？
看来他们私下里已经联系过了。王云云，难怪你会出现在这里，你们两个已经偷偷联合起来对付我了吧？可即便是真正的王云云，又和岁月有什么关系呢？叶青，这一次你的花招已经不够看了。立刻执行紧急备用方案，生成一家3口的刺绣构图。指令已接收，正在载入高精密刺绣模板，生成2名老年人与1名年轻人的画面。老年人代表生命黄昏，年轻人代表生命清晨，时间在同一幅绣布上交错，这就是最完美的岁月。系统数据匹配完毕，开始快速进行运算与刺绣定位。很好，25分钟内必须完美呈现，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根据测算，当前生成难度低，技术精细度将达到微米级，正在全速刺绣，预计领先对手50%的时间完成所有工序。叶青那个蠢货现在还在绣单人肖像，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全局观。叶青，这一回你作为人类的代表，将被 AI 重重击垮。叶青，无论如何，我都会相信你，一定能用你的想法战胜 AI。看来又是双面绣，这一招你不是早就用过了吗？可笑！叶青这是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特意留这么长的线头？是啊，这明明是刺绣中最忌讳的瑕疵啊，哪怕是新手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难不成这又是什么特殊的针法？可这满背的线头，怎么看都像是失败品。线头？叶青想干什么？故意露出破绽，想误导我们吗？哼，只可惜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继续复制你。你作为素材库已经过时了，跟不上 AI 的发展速度，我们甚至都不屑于利用你。比赛结束，请双方选手展示作品。在这么短时间内居然能完成3个人像，太厉害了！效率太惊人了，这种工作量，一般人手工刺绣至少要1个月才能完成。评委们，大家都看见了，这幅完美的作品是在短短1个小时内由人工智能 AI 独立完成的，没有一处错针，没有一处杂乱，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王仁先生，请阐述这幅作品的创作理念。这幅作品绣的是一家3口，2位老人和1个年轻人。老人代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年轻人代表青春勃发，两者的对比展现出岁月流逝，这就是岁月的完美阐述。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长大了，父母就老了，这不正是岁月吗？创意很直观，针法也无懈可击，用年龄差来隐喻时间的归尽，思路很清晰。不仅如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3个人像的面部细节和阴影处理得极其到位。说得不错，确实将抽象的岁月具象化了，并且工艺异常精美。下面请叶青选手展示并陈述你的作品。叶青一定能拿出更好的，前几局他都能和 AI 比得有来有回，不落下风。也不一定，王云云这次的工艺和创意都非常不俗，叶青要是拿不出颠覆性的东西，这局输定了。天，叶青怎么会想出绣王云云的肖像？他这是什么意思？叶青和王云云并没有什么交情啊，并且叶青知道王云云是 AI 后，应该会更讨厌他才对。也许叶青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会是我？他怎么把我绣上去了？叶青，你这幅作品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叶青，你是不是因为无法理解岁月的含义，所以病急乱投医了？你以为在这个时候绣王云云的脸，我就会在评委面前让着你吗？真是天大的笑话！叶青是想认输了吗？他在干什么？这可是全国决赛啊！对啊，这和岁月有什么关系？这不就是王云云本人的肖像吗？难道他真的彻底放弃挣扎，自暴自弃了？叶青，虽然我不能理解你的用意，但我相信你一定有我们想不到的想法。叶青选手，请你解释作品的含义。我认为岁月不只有流逝一个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接纳、珍惜岁月的流逝，甚至是接纳岁月流逝后在我们身上留下的那些不完美和痕迹。叶青，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在台上发表什么酸腐演讲？这跟这幅肖像画有什么逻辑关系？虽然老去与新生的对比能阐释岁月流逝，但比起这些表层的东西，我们应该看得更深刻一些。叶青，
你是想说我的理解很片面？我们都能发觉岁月在流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为人类要如何看待这种流逝？我认为，感受岁月的痕迹是我们生物的独特权利。我们无法对抗老去，无法战胜不完美，那就应该放平心态去接受它。说的倒是冠冕堂皇，但这里是刺绣大赛的赛场，不是哲学讲座。刺绣本就是人类心智的折射，难道在王老师眼里，刺绣只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吗？说的再好听，也改变不了技术高下的事实。你的解释和你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哼，雕虫小技，不过是双面绣的噱头。你前几局早就用过了。你们看，这幅王云云的肖像上，那些代表岁月的皱纹不是绣出来的。什么？不是绣出来的？那是什么？那些皱纹是线头，是特意留出来的线头组成了皱纹的样子。什么？线头组成皱纹？这怎么可能？没错，这些代表岁月的皱纹，是我特意留下没有裁剪干净的红色线头。无论是代表衰老的皱纹，还是刺绣时的线头，都曾经是让我产生厌烦的东西。我害怕成长，害怕变老，也害怕刺绣时出现这些杂乱的线头，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完美。不完美就是垃圾。在刺绣工艺里，线头多1毫米都是瑕疵。但在成长过程中，我渐渐接受了这些不完美。可以说，正是这些不完美，才构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派胡言，瑕疵就是瑕疵，别想用狡辩掩盖你技术上的退步。叶青，你对岁月含义的把握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没想到这个题目会得到如此优秀的答复。接纳瑕疵，接纳流逝，这才是艺术真正的生命力。不过是动动嘴皮子拉感情票，这根本不符合刺绣比赛客观的技术性标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这次大赛的结果我已经不在意了，因为我已经创作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我看你就是觉得要输了丢人，才在这里硬撑着嘴硬。王老师，您错了，这幅作品我是特意为您而做的。你说什么？为我做的？对，因为我绣的是您的亲生女儿王云云。叶青在说什么？王云云不是王仁捏造出来的 AI 人设吗？对啊，我们都知道王云云是智能 AI， 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类啊！难道那个机器人真的有一个人类原型？叶青，你想干什么？你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吗？王云云不是什么代码堆砌的 AI， 她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有温度的人，而王仁先生却用一堆冰冷的代码和精细的数据抹杀了他身为人的痕迹，将他替换成了完美的工具。够了，闭嘴！叶青，这是我的家事，由不得你在这里搬弄是非、胡言乱语。王仁，你就不问问为什么我要把这幅作品送给你吗？你不就是想羞辱我吗？你和王云云提前串通好了，在全国观众面前羞辱我。我没有那么无聊，我只是想用这幅作品提醒你，请不要错过自己女儿的一生。我没有错过她的一生，我给了她最顶级的资源和环境。但你亲手用机器代替了她，你身边那个 AI 机器人不会衰老，不会死亡，但它不是真正的王云云。机器永远不会出错，而人会出错，会产生瑕疵。因为她是人，她为了完成你的希望，曾经没日没夜练习刺绣，为了自己的信仰去海城山村支教。她是一个优秀的女性。天哪，拿人工智能去代替亲生女儿，这父亲也太狠了。难怪之前的 AI 能100%复刻叶青，原来核心算法是用活人当模板喂出来的。你想对我打感情牌，好让我放弃一生的梦想？你的梦想究竟是将刺绣技艺传承下去，还是利用 AI 获得虚名？你曾经也是个受人尊敬的传统手艺人，如今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我没有忘，我这都是为了让王家的刺绣在这个时代活下去。原来真正的王云云是这么朴素的人，和平时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叶青说真正的王云云去山村支教了，她真的很伟大。比起那个只会眨眼的 AI， 这个姑娘身上才有一股活生生的人气。爸，放弃你的空想吧，
我们王家世代讲究心诚守经，你现在用 AI 剽窃套用叶青的创意，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其他人，这和我们家的祖训完全背道而驰。云云，你要理解爸爸好吗 ？AI 最终一定会代替人工的，爸爸只是想走在时代的最前面。爸，现在的情况你还没看懂吗？叶青秀出了人心，这几场比试最终获胜的人明明是叶青，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没错，我们都认可叶青才是最终获胜者。叶青的技术和创意都远超人工 AI， 叶青才是最终的获胜者。只有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才能秀出有灵魂的岁月。这几场比赛，我们都看清楚了叶青的坚韧。面对绝境，他从不退缩，不认输，这才是我们手艺人该有的脊梁。大家安静，请听我说。根据大赛规则，结合现场评委组评议与综合考量，最终局叶青胜。这不公平！这不是我的一面之词，更不是评委偏袒。你看清楚，这是全网超过1000万名观众在线投票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认可叶青才是胜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爸爸，你看到了吗？我胜出了。折腾了半辈子，终究只是一堆冷冰冰的零件。云云，你还没走。爸爸错了，爸爸被虚名蒙了眼，伤害了你，也伤害了别人。我相信你是真的醒悟了，我原谅你，爸。真的吗？你愿意原谅我？云云，留下来好吗？跟爸爸回家，我们一起去见你妈，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生活。不，一切已经回不去了，但我现在并不怨恨。爸，我要回海城山村继续支教，在那里的孩子身上，在那些破旧却充满生气的绣花蹦子上，我已经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可是你的右手已经废了，你再也没法拿针了呀。我的右手虽然不能再捏针，但我可以用左手教他们怎么把心里的暖意绣出来。我的心现在是自由的。云云，是爸爸以前太偏执了。在山村里支教，条件艰苦，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一定要跟爸爸说。我知道，爸，你也别总把自己关在屋里，多出去走走。爸，我会回来看你的。好，好，爸爸在家里等你，随时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青青，妈对不起你，妈以前不该冤枉你。妈，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你当时也是着急，你只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好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今天妈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青青有多出息，妈真的为你骄傲。谢谢妈，有您这句话，我做的所有努力都值了。好孩子，快进屋吧，妈今天做好了你最爱吃的饭菜，快来吃吧。好，我这肚子早就饿扁了，今晚我要吃3大碗。听说你已经定下了行程，准备回去支教了。已经订好票了，明天一早的高铁。你很了不起，为了那些山村里的孩子，放弃了城市里舒适的一切。我现在只是做了让我内心最平静、真正该做的事。大山里的生活条件艰苦，不过看着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其实该说佩服的人是我，面对拥有顶尖算法的 AI， 面对我爸那么强大的压力，你从没退缩过，一次都没有。因为我身后站着无数默默无闻的中国手艺人，这一仗如果我退了，手作的尊严就真的没了。你的坚持不懈才是我最缺少的。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守着自己的温度。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人。一定会的。等你从山村回来，
我请你吃顿好的。一言为定。叶青，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太好了，你来了。谢谢你们，我还是想和你们一起学习。叶青，之前在比赛里为了追求胜负，我用了那么多不正当的手段，是我对不起你。我太执着于完美，反而走进了死胡同。我向你正式道歉。王老师，您快起来吧，过去的事儿我都已经释怀了，我原谅你。谢谢你的宽容，你不仅在技艺上赢了我，在艺术的格调上也彻底赢了我。也是您的栽培，才让我有了今天。岁月留下的痕迹，从来不是缺陷，每一道不完美都值得被光照亮。